顾秋怡的话让叶晨一下有些尴尬，他没想到冰雪聪慧的顾秋怡一眼就看出了自己的心思。他一边开车一边讪笑着说，也不是躲着他们，主要这不是要去找塔瓦纳聊正事。顾秋怡莞尔一笑，摇头说，叶晨哥哥，虽然我们中间有好多年没见面，但我还是了解你的。顾秋怡没把话说透，但叶晨心里清楚，小姑娘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。她不知如何作答时，顾秋怡又说，叶晨哥哥，许多事情不必这么困扰，事有轻重缓急，再拖一拖也无妨。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感慨，只是长辈们似乎都有些着急了。顾秋怡认真道，他们担心的比较多，尤其担心你失败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叶晨笑着问他，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没错，顾秋怡回答的斩钉截铁。对叶晨，他一直都是无条件信任的。如果叶晨有一天告诉他地球是方的，他也不会质疑叶晨说谎，而是相信叶晨有这个能力，能把地球变成方的。叶晨有些感动，对他说，楠楠，既然你相信我能赢，那就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啊，顾秋怡笑着说，我等你，多久都行，是我生病了，或者年纪大了，实在等不动了。叶晨哥哥还可以给我几颗回春丹，我一边吃着一边等你。叶晨心中更是感动，甚至还有些惭愧，何德何能让顾秋怡这么多年对自己念念不忘。虽然顾秋怡对自己100%信任，也相信自己能够笑到最后，可是叶晨心里却多多少少有些忐忑。吴飞燕活了400多年，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识过的存在，眼下自己还在暗处，暂时避其锋芒，倒是没有太大压力。可一旦自己与吴飞燕面对面，自己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胜算。于是他忍不住问了顾秋怡一个问题，楠楠，如果有一天我被破青会的人杀了，你能不能放下继续向前？不能，顾秋怡摇摇头说，叶晨哥哥，要是死了，我父母若是健在，我就在叶灵山守着你的墓，等我父母老去，我就随你而去，让叶家人把我和你葬在一起。不至于吧？叶晨下意识说，21世纪了，不兴殉情那一套了。顾秋怡嘟囔道，谁说是殉情了？只是完全没动力继续活下去了。我这辈子除了爸妈和叶晨哥哥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。如果你们都不在了，我活着也是一种折磨。叶晨把车在红绿灯前停下，看着他严肃地叮嘱道，楠楠，叶晨哥哥托付给你一件事情好不好？顾秋怡点点头，叶晨哥哥你说吧。叶晨认真道，我面对的敌人究竟多强大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我非正常死亡，你就带着顾叔叔和林阿姨去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好好生活，我会提前给你准备好足够多的回春丹，让你能陪顾叔叔和林阿姨足够久的时间。顿了顿，叶晨继续，他们如果有一天自然老去，你就一个人好好活下去，有回春丹，可以活到150岁，就算被外界知晓，倒也不算惊世骇俗。我不要，顾秋怡倔强地摇头说，你不在，爸妈不在，活着就是一种煎熬，就算都能活到150岁，他们去世了，我也要一个人生活20多年。说着，他盯着叶晨的眼睛，语不惊人是不休地说，除非叶晨哥哥给我一个儿子，你给我一个儿子，让爸妈去世之后，我在这世上还有值得留恋的人，那一定会努力活到人生最后一刻。不然的话，只要这世上没了值得我留恋的人，我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体面地离开。叶晨一下语塞，他没想到顾秋怡竟直接把这话说了出来。本以为刚才聊到心照不宣，大家就不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，可没想到聊及自己失败之后，顾秋怡索性也不遮掩，直接把话挑明了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件事貌似不只是关乎自己血脉是否延续的问题，对顾秋怡来说具备同样甚至更重要的意义。一旁的顾秋怡看出他的纠结，左手越过扶手箱，轻轻拉着叶晨的右手，叮嘱他，叶晨哥哥，
你也不用有很大压力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表情看似淡定，心中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。此时的白金汉宫已经被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。塔瓦纳第一次来燕京演出，大量媒体记者都希望能够捕捉到更多独家新闻。不过好在白金汉宫的隐私做得非常到位，这一次他们给塔瓦纳以及团队安排了最顶层一整层的房间，除了塔瓦纳入住的总统套房之外，还有多个高级行政套房，全部安排给了他自己的团队成员。为了确保隐私不被偷拍，所有保洁和服务人员在进入这一层提供服务的时候，都会要求暂时上交手机。而且酒店专门为这一层的客人预留了一部专用电梯，有专人负责电梯运行。叶晨与顾秋怡抵达的时候，陈泽凯直接安排工作人员打开内部通道，让车辆直接开进地下车库的贵宾区。媒体记者并不知道，两位巨星此时都在白金汉宫。陈泽凯本人在贵宾区等候，这个区域位于地下2层车库的中央位置，像回字形一样，把中间一部分单独隔离出来，只有经过许可的车辆才能进入。一旦进入这个区域，隐私就完全不会被泄露。电动车库门关闭之后，里面只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。陈泽凯此时已经在这里等候，见叶晨和顾秋怡下来，赶紧上前恭敬地说：“少爷，顾小姐。”叶晨跟他点头示意，问他从这能直接去顶层吗？陈泽凯说：“可以的，少爷。我刚跟斯维特小姐的助理通过电话，她已经在房间等着您了。这边的电梯可以直达顶层，出门就是斯维特小姐的总统套房。”好，叶晨点点头，对顾秋怡说：“囡囡，咱们上去吧。”陈泽凯说：“少爷，顾小姐这边请，我送您2位上楼。”顶层，塔瓦纳已经有些兴奋难耐了，他换好盛装，打开房门，让助理留意着走廊里的动静，而他自己还在戴着耳机恶补顾秋怡的歌曲。为了向叶晨示好，他甚至想与顾秋怡合唱一首顾秋怡的歌曲，也算是给予最大的尊重。他的助理此时在电梯口盯着专用电梯的显示屏，见电梯从 B2 上来，便赶紧回到房间，对塔瓦纳说：“电梯上来了。”好，塔瓦纳惊喜不已，赶紧摘下耳机，从房间出来，到电梯门口等待。叮的一声，电梯在顶层停稳，梯门打开。塔瓦纳看到叶晨和顾秋怡，立刻笑着说道：“叶先生，顾小姐，见到你们实在是太高兴了。